上个视频已经分析了漏洞百出的爆料贴，在这些贴文里，指控者们都声称在看到1号的爆料前，并不知道黄旭熙的脚踏多条船行为。然而证据却表明了，这些看似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指控者们，在发文前便互相认识，同时也不难发现这几位爆料者背后的组织性集团伙性。第一，前文提到，在第一位爆料者未发文前，早在8月22日下午2点，推特上突然出现一个新创建的预言账号，其前2条推文仿佛如预知未来般，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了如指掌。在21世纪的科学时代，与其相信这种如神力般的预言能力，更合理的说法是，该账号的号主参与策划了这场造谣指控的事件，才会对事情的发展非常了解。第二，事情发生后，仍有许多不愿相信的人自发组成了调查小组。他们通过寻找调查人员，对此次事件在推特等社交媒体进行了大量调查，查到了在1号指控者发帖的几分钟前，有另一个账号也上传了相同的内容，并在之后删除贴文，46分钟之后重新发布在了1号爆料者的账号上，而这个账号则是在8月23日创建的新账号。同时，调查小队还注意到，在他们在2021年9月14日对外公布了1号指控者另一个账号的行踪后，其特意登录了自己的账号3次，明显是为了刻意隐瞒什么。另外，事情发生的1年后，在2022年的11月底 ，J4PCM 删除了其账号。第三，3号指控者在8月24日19点57分发布了博文，2号爆料者仅仅在几分钟之内，便在20点03分转发了3号的微博，而3号微博的最早评论也是从20点02分开始的。这说明了2号在3号发博还无任何热度时，便找到了这位爆料者同行，并利用其自身的热度让网友关注第3位爆料者，这很难让人对其互不认识的说法表示信服。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在3号指控者微博发文后，仅仅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推特账号 VHXDDFB 就翻译并发布了3号的博文。然而，甚至连微博韩语营销号搬运并翻译1号的韩文贴都花了将近1个半小时。要知道，这半个小时不仅仅包括翻译时间，还包括舆论发酵、热度提升的时间，恐怕只有一开始就知道其计划的人才有可能办得到。不仅如此，4位爆料者在短时间内接连站出。自从1号发出第一篇贴文后，2号和3号都立即在24小时内发布了自己的指控。一般来说，真正受到伤害的人，在看到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之后，会经历思考自己要不要也站出来，到担心被加害者报复以及受到2次伤害，到联系同为受害者的伙伴，到写指控词、做证据图等，要花费较多时间的过程。而2号与3号在不到1天的时间做完了全部的事，速度之快，让人很难相信其事发前互相不认识的说法。第五，作为黄旭熙在国内的最大粉丝站，4个小时前还在应援黄旭熙的中手，在8月24日的21点09分，突然无任何预兆地发布了辞职公告。这时许多人认为粉丝站肯定知道内幕，便对这整件事信以为真。然而事后有粉丝站内部人员透露，辞职是管理层几人擅自决定的，底下的成员对此一律不知。抛开中手身为管理层其做法对站内辛勤奉献的成员有多不负责任不谈，面对如此虚假捏造的指控，仅在短短数小时，甚至官方还未表态时就转变的中手管理层，到底是知道所谓的内幕，还是自己是参与者的可能性更大呢？目标性。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爆料中大量的逻辑不通、自相矛盾及造假情况，所以可以说这些爆料的真实性是有待考究的。不仅如此，仔细阅读其贴文，不难发现这些话语中的目标针对性非常强。一、精准的踩雷点。如今的网络时代，人们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越来越严格，出轨、睡粉、满嘴谎言、嘴队友，沾了任何一点都足以影响爱豆的事业。而在爆料者们的口中，黄旭熙直接雷点全踩，被他们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然而他们所给出的证据、聊天记录，只能佐证其控诉黄旭熙私联的说法，更何况连这些所谓证据都是假的，而剩下的雷点全部是以文字无证明的形式说出来的。二、刻意的舆论引导及强烈的误导性，特意提到微博小号中手突然的辞职，刻意提吴某某等来引发舆论，同时按正常阅读顺序，聊天记录的时间却是混乱、前后颠倒的，似乎为了在潜意识里对读者进行误导。三、鲜明的目的。这些爆料者，尤其现在危在旦夕，都表现出非常人的冷静与狠心，事发后毫无犹豫直接爆料，做法极其狠毒坚决，看得出目的很明确，要置黄旭熙于死地。甚至在官方道歉信出来，黄旭熙暂停活动后依旧不依不饶。3号再度发文暗指其道歉信并非本人所写，而是公司要求，要坚决达到其目的，推团退圈一级，正如其 ID 危在旦夕所指。到目前为止，爆料者们说谎的事实已经明了，他们不惜捏造是非地营造了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闹剧，实际在漩涡中的自己却打着受害者女性的感情牌浑水摸鱼，竭力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试图消失在大众视野。然而就像那些漏洞百出的指控一样，这些爆料者才智拙劣，还是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以下大部分基于外网调查小组21年10月以及其他粉丝已公开的信息，不难发现这4个账号明显为网络购买的水军账号。1号爆料者的账号会被推特水军账号在某些话题下艾特，以及事情发生的几个月后，1号关注了一个色情账号，2号爆料者也在事情发生的几个月后
将其账号转卖给了网黄，并删除了其爆料微博。3号爆料者通过网页快照可以看到以前的 ID 为明显的网络水军僵尸号，该账号与现在危在旦夕拥有同样的头像。4号爆料者则是当日新创建账号，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爆料者的一致性，他们深谙粉圈，懂得在网络上如何隐藏自己的身份。当然，这也为之后我们对他们身份的推理增加了合理性。那么这些爆料者到底是谁呢？我们一个个说起。4则爆料文中3号的贴文看似是说服性最强的，因其除了成段的小作文外，还贴出了未公开的第三视角他拍照片，然而信息越多就越容易露出马脚。3号爆料者在其贴文中声称 Lucas 伦敦时装秀时联系了他，并在他家留宿一晚，并贴出了计程车打车记录，试图加以佐证。然而正是这一订单记录暴露了其真实身份。通过订单截图我们可以大致判断3号爆料者的住址在英国象堡附近，而巧合的是这一地址正好与黄旭熙的站姐 Luxer 在英国的住址吻合。Luxer 曾经在其小号微博中转发介绍象堡的博文，并配文想回家了，表明其在象堡附近有家。而我们通过其在2个账号上贴同一只猫，确认了该微博为 Luxer 本人。此外更加巧合的是 Luxer 本人在2019年9月15到17日期间确实也在英国伦敦，因此3号爆料者的这一自曝将其神秘面纱下的身份指向了 Luxer。 不仅如此，这位 Luxer 站姐的身份可不普通，她还是黄旭熙的私生粉。什么是私生粉？私生粉是一群没有基本界限、毫无原则的跟踪偶像私生活的粉丝，他们不惜蹲守在别人家门口，甚至家中来获得爱豆的信息。如果爱豆言辞制止，他们就会恼羞成怒，在网络上编造偶像的黑料，试图抹黑摧毁偶像的事业。 Luxer 就是这样一个会跟拍黄旭熙私人行程的私生。不仅如此， Luxer 还是 NCT 著名私生马某某的好闺蜜。马某某做过的坏事在网络上更是比比皆是，两人在其账号中频频互动，线下也经常吃饭见面，关系十分亲密，几乎可以笃定地说此次事件与私生脱不开关系。事实上，这位马某某本人也亲自参与了对黄旭熙的诋毁。2021年8月26日，马某某在自己的微博众多账号之一发布了对 Lucas 的诋毁，指控黄旭熙同样对其使用 AirDrop 隔空投送来私联他。注意，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位以公开身份发布指控的，而这唯一一位公开身份的指控者还是一位臭名昭著、意想丰富、谎话连篇的私生粉。他甚至连黄旭熙 AirDrop 给他的内容都不敢公开，其真实性如何可想而知。如此多的线索都指向了 Luxer， 而我们的 Luxer 姐姐自己却亲自大号发微博否认自己是所谓的嫂子，并巧妙地转移矛头，让网民不要关注所谓的受害者。在其小号微博也表现出一副好人的样子，上一秒还在吸饱的叫着，下一秒直接破口大骂，实际真正的加害者在背后摇身一变，每每隐身，独留黄旭熙及其粉丝遭受无端谩骂。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小队10月中旬发布他们的调查结果之后， Luxer 就巧合般地将微博设为半年可见，删除了自己的 ins 和推特账号。这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操作，无疑更加深了其就是3号爆料者的可能性。事实上，马某某、Luxer 及其私生团伙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他们发起狠来，连自己的姐妹都可以随便冒犯。如2020年1月11日，马某某在其一个微博账号上发布了对黄旭熙前队友私联的指控，就因为该前队友对他的骚扰行为进行了阻拦，而对其进行造谣报复。而马某某在造谣的时候全然不顾其好闺蜜之一 Spacetap 的感受，两人为此吵了架。 Spacetap 也在微博发布室友帮马某某改诬陷文等言论。时至今日，目前两人已和好如初。我们还发现 Luxer 及其闺蜜们曾在21年6月份时回顾手机里他们在19年12月26日签售会的信息，表明了他们对黄旭熙的造谣策划从那时便开始。这些都说明了这些私生会在私下编撰偶像黑料以及其毫无底线的道德观。私生也经常参与 K-pop 地下交易圈，这些圈子会买卖偶像的私人信息，私生们也会把私下跟踪拍到的照片卖出，或从别人处买照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1号和3号都有黄旭熙的单人未公开照片，而却连一张合照都没有。正是因为这些照片是从别处买来的，照片拍摄时这些指控根本不在现场。不仅如此，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爆料贴里聊天记录中歪斜的字、低像素的图片，更是表明了私生从多方转手得到照片或 P 图，因此都是模糊不清的状态。此外，参与伤害黄旭熙的中手也与私生十分交好，其前线组成员里甚至可能有私生，也多次与私生联合应援，转发私生的图。黄旭熙臭名昭著的大粉泰式烧鹅也与 Luxer 关系交好，多次转发夸赞 Luxer 拍摄的照片。同时，泰式烧鹅在其自己组织的应援活动中，还特意征用了 Luxer 拍摄的照片做成应援道具与商品。黄旭熙中文首站的管理组与这位大粉更是交流紧密，泰式烧鹅更是拥有众多中手管理内部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泰式烧鹅在微博拥有众多粉丝，经常在微博刻意煽动无知粉丝情绪，带头辱骂队友及攻击队友粉。不光如此，有匿名前中手成员爆料，中手突然的反水倒戈是管理层擅自决定，并没有告知底下辛勤奉献的其他组成员。在中手正式辞职之前，泰式烧鹅和中手管理层将5位大粉在8月23号的前几天单独拉了个群聊。当1号爆料者
者发布贴文后，泰式烧鹅还扬言说要出澄清，但不像他承诺的，反而在那之后，他便开始在群里说 Lucas 的坏话，发布造谣言论，戏闹了几位大粉，让几位大粉都暂停了其粉丝账号，以此让外界不明所以的粉丝、路人都相信了这些虚假指控。这位泰式烧鹅可谓是狡猾如兔，深谙粉圈之道，他拥有数不清的微博小号多重身份，纵观其众多小号，可以发现其与2号爆料者有很多的相似性。2号爆料者在其爆料贴文中刻意提到了黄旭熙不光 ins 私信他，微博小号也私信他了，然而他并没有放出微博小号的私信内容截图，反而他提微博小号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引出后面他放出所谓黄旭熙小号点赞的微博。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原文爆料文中，该微博小号是用马赛克码掉的，他本人并没有公开微博账号。我们能找到的最早放出消息说这个就是黄旭熙小号的人来源于豆瓣网友爆料，但是2号放出的黄旭熙小号点赞的微博都有成千或上万的点赞。如果说现在网络流传的黄旭熙微博小号是有闲着没事干的网友从这些上万流量的博文里找共同点赞找到的，几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情。反而最早在豆瓣公开账号的人是知情人，甚至是2号爆料者本人的可能性更高。与此同时，审视所谓黄旭熙小号发布的博文与泰式烧鹅小号发布内容极其相似，连 ID 都一致的为一串英文字母，同时这个账号点赞的内容指向性都非常明确，即抬高黄旭熙拉踩队友，而这与泰式烧鹅在大小号多次贬低队友也相符合，因此所谓黄旭熙小号的微博账号很有可能只是泰式烧鹅或其团伙的另一个账号罢了。除此之外，泰式烧鹅在其社交软件中经常使用繁体中文，而2号爆料者的聊天记录中也是繁体居多，如此多的相似性可以判断，泰式烧鹅及中文首战参与此次事件的概率很高。之前已经阐述，过于接近爱豆的私生更容易通过买卖、非法等途径获得偶像的私人照片，与私生圈交好的泰式烧鹅也不例外。在他删号跑路后，似乎还仍怀念被他的腿毛众星捧月的日子，并不死心在其小号发布了从始至终都未公开的哈拉贝纽的舞蹈版 MV， 试图在事件已经逐渐平息的日子里再次拉黄旭熙下水。然而蠢笨如他，这一举动更是侧面印证了他与私生、K-pop 地下交易圈交集颇深。除此之外，1号爆料者看似是一个不明事实真相的韩国人，实则仔细观察则会发现漏洞。之前已经谈到的他爆料贴文里时间错乱、逻辑不通等问题，以及从段落语句分析，如果会些韩语的朋友不难发现，1号爆料者的韩语水平并不像是母语使用者。同时前面提到奇怪的微信语音更像是转录后的结果，说明了1号和地下交易圈的联系。4号爆料者由于账号是新创建，并且除了一则聊天记录外并无提供其他信息，但之前已经分析的其提供的非正常的语音与视频，不管是录音的声音还是被码掉的水印，更像是从他人处获取或购买来的二手货，而非黄旭熙本人发送给他。这也表明了4号爆料者和私生、地下交易圈的联系。不难发现，以上4位爆料者都有一个共同点，自己就是私生或与私生关系交好，熟悉粉圈与地下交易圈，他们互相交换情报，共同组织谋划了这一污蔑传谣事件。纵观近年来各种大大小小被证明为真实的指控爆料，爆料者为了加强真实性，一般都确切地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而我们的4位爆料者却竭力隐瞒自己，并都在推特调查结果出来后删除、关闭、隐藏之前的博文。实际上，4位爆料者不一定仅仅是4个人，这是一场私生伙同大粉与黄旭熙中文首战的报复行为。他们深谙粉圈规则，相互交换情报，互相打掩护，在不明真相的人前演戏，所谓3人成虎，换来大批网友的信任。那么这些私生为何要抹黑黄旭熙？对私生有些了解的人应该知道，私生们通常都非常记仇，睚眦必报。黄旭熙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爽的人，他向来对私生的态度都非常严厉。最典型的有马某某在2020年1月因为追微神微行程跟派成员上厕所，导致 Lucas 忍无可忍，在粉丝社群曝光并发生呵斥，言辞较为激烈。他也多次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对私生的厌恶，例如在一次直播中，这 OK 啊，有知道了，就是大部分是爱的，但是我懂你说什么了，我懂你说什么了，明面上已然如此，私下里想必黄旭熙对私生态度更为强烈，由此这些私生团伙恼羞成怒。再加上他们对微神微这个团体抱怨已久，时刻盼望其解散，而黄旭熙作为当时人气较高的成员，更是开刀的好选择。当然到这里很多人可能最大的疑问是，如果这些都是假的，那么黄旭熙为什么要道歉？首先我们不否认黄旭熙本人的道歉，他勇于承认错误并已深刻反省，如今他终于鼓起勇气继续前行，我们粉丝也会努力支持他。但这不代表那些指控是真实的，道歉信全程讲得非常官方，纪录片中谈论此事也是模棱两可，并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做错了，只是说为错误言行道歉。那么这错误言行则可以有很多解释，除了普遍理解的说法外，
还可以理解为因自己严厉对待私生而道歉，为占用公共资源而道歉等等各种意思。当然，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时，不能只从表面分析，还要结合其所处环境背景来论。其一 ，Lucas 身处韩国娱乐公司 SM 几十年来培养了如此多优秀的艺人，每次有负面新闻时，公司历来的做法都是先道歉息事宁人。然而已经有众多的例子表明，事后很多指控其实都并不完全真实。黄旭熙身为在韩务工的绿卡，有太多言行上的限制，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服从公司的安排。在道歉信发出后，就连3号爆料者本人都不信服，又再次发博明示道歉信为公司而非本人所发。其二，此事发生时正处于微博清朗行动开始之际，所有艺人及粉丝都在谨言慎行。此时如果任由舆论发酵，怕是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加之几个小时后新歌就要发布，而这么大一场有组织的预谋又需要时间来调查。时间紧迫，此时选择道歉，尽快平息舆论是公关上合理的做法。事实也正如公司所愿，道歉后争议迅速平息，热度急速下降。即便带来的后果是黄旭熙背负长达3年的骂名和空白期。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道歉信还是纪录片中的道歉，黄旭熙只对粉丝、前成员以及对他失望的人们道歉，而对那些所谓的嫂子们却只字不提。如果这些指控是真实的话，最应该道歉的不该是那些受害者女性吗？如此原因再加上已经分析出的这些漏洞百出的指控为假的基础上，这份道歉并不能说明这些爆料中的指控就是真实的。当然，如果你还是坚信黄旭熙一定有错，那么时至今日他也已经经历了退团和长达3年的空白期，遭受了2年多的网络暴力，是时候停止再对他的无端伤害了。事实上，真正的黄旭熙始终是一个合格的榜样，他对人非常真诚，会默默搀扶快被人群击倒的粉丝，会夸赞粉丝，会认真记住每一个粉丝的脸，一直将粉丝视作内心真爱的存在，始终向粉丝传播正能量，为粉丝加油打气。对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礼貌与友好，他也非常尊重女性，会主动脱下衣服为前辈遮挡，对女性始终伸实手。他从未缺席划水过任何一次演出，做什么事情都是尽力做到最好。他很重义气有担当，会帮忙破除他人谣言，而这些细节都不是人设，是不能装出来的。他是一个如此坚强、善良又有实力，散发很多积极能量的偶像，而这也是我们始终支持守护他的原因。他的品格不仅是在粉丝眼里，从他身边人的态度也能看出来。暂停活动期间，在 Lucas 还没有退团前，业界的爱豆和前辈们就经常表现出对他的支持，另外也有公司的前辈和工作人员仍然与他一起出行或公开支持他，和他合作过的作曲家、编舞师都在对他进行夸赞。他上学时期的老师也夸赞了他的人品，并表示了支持。有如此多身边人支持他的例子，何必相信网络上连身份都模糊的人编造的谣言呢？我们作为女性，支持更多真正受到压迫、残害的女性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但真正的平等不是要通过捏造事实来获取权益。私生借用女权这一借口行苟且违法之事，如果这样再受到大众的支持，只会导致真正的受害者越来越难以发声。同时，我们也该反思，未知全貌不予置评，要善于自主思考，不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一句辱骂的话，有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至少在看到这条视频后，请不要再站在私生那边助纣为虐，否则这些私生将会越来越猖狂，也会有更多无辜的人被造谣、被重伤。如今黄旭熙已经 solo 出道，这对于旭熙和我们粉丝来说也是很珍贵的出道。可以不关心、不参与，但请不要再恶意重伤、散布不实言论，不要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无辜人的头上。There's no need.